爹。啊，冯先生，你回来了。你哥之前来过电话，你赶紧给他回一个吧。好，谢谢您。哥，刚下班啊？学校早就下课了，北平下大雪了，我刚去咖啡厅看了会儿书。爹妈都还好吗？好，都很好。咱爸用了新药以后，肺病好多了，烧呢也已经退了。哦，不过他和妈妈想去乡下静养，我没同意。我是觉得这乡下虽然僻静，但毕竟缺医少药的。你说要真落了个什么毛病，也不好治，对吧？嗯，这事我跟你一个看法。不过现在我在北平，你又总在加班住医院，他们俩应该是太寂寞了。哥，你得抓紧给我找个嫂子才行啊！我说你怎么说着说着，又好端端扯我头上来了呢？不说这个，现在北平应该挺冷的吧？住的还习惯吗？屋子里烧着炉子，挺暖和的。哥，就是想你们了。我也想你。前两天啊，小报上说这荣定坤醒过来了，但落了个半身不遂，也算遭报应吧。只可惜这荣家家大业大，照样能够好医好药的伺候着，也吃不了什么苦。他这么专断独行、不可一世的人，要他做个废人，估计比杀了他还痛苦。你放心，就我看来，荣家那些妻妾没有一个对他是真心的。如今他残废了，那些女人哪里还会像往日那样捧着他？可有他受的呢。对了，时珍，你和那个荣家少现在还有什么接触吗？没什么接触了，我骗了他，他不来找我麻烦就不错了。不然我何必躲到北平来？怎么突然提起他呀？没什么，就是他如果找你什么麻烦的话，一定要让我知道，啊，就算不找你麻烦，你也别理他。我们和那帮有钱人玩不起。知道了，哥。对了，哥，你帮我告诉孙姨太，我在北平遇到她妹妹了，少卿现在过得挺好的。过几日就会给他去信了。是吗？行，那太好了。哎呀，他们家小少爷呀，最近发高烧了，他的日子也挺难过的。他妹妹的信啊，兴许能给他带来一些安慰。收件人我写的是你，你记得帮他查收啊。好，知道了。你也是，别太累了。行，保重身体。冯先生，你的那位男朋友来找你了，现在就在外面等你呢。谢谢。不客气。
真，很高兴再见到你。七爷千里迢迢的北上来看我，应该不只是为了请我喝咖啡吧？有什么话就直说，你我之间不用打哑谜。其实也没什么。昨天在市长家的舞会上，我看到了荣家尚。荣少爷跑了未婚妻，却丝毫不缺女伴，有很多追求者。我倒是觉得，在那些追求者当中，桥本小姐比较有希望。我还知道，虽然现在荣定坤醒了，但是荣家现在还是荣家尚在做主。之前七爷大闹了一番，反而帮助了荣家尚夺权上位，恐怕您心里也不是滋味吧？你经历过了荣家尚之后，果真越发有趣了。看来女人还是需要被男人启发的。您大老远从上海来找我，不是只想说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吧？荣家尚是不是和你说他替你找生父的事情没有进展，是吗？怎么了？你信吗？七爷什么时候开始对我的身世也感兴趣了？那个桥本小姐为了追求荣家尚，还是下了不少功夫的。杜家小姐的丑闻也是她买通报社曝的光，让杨秀成落荒而逃。那七爷不是应该高兴才是吗？您早就想把杨秀成纳为己用，现在趁着他落魄出手相救，最合适不过了。杨秀成这个人虽然油滑凉薄，但是他胆子小，七爷只要轻松震慑一下就可以了。你说的没错，杨秀成这个人啊，确实也识趣，给了我很多线索，其中有一条是关于你的身世，而且还是个惊天大秘密。杨秀成因为跟杜家小姐有私情，所以心里面有鬼，他就派了人监视荣家尚的一举一动。荣家尚派自己的亲信帮你查身世，他留了心，也跟着一块儿查了。他们查到一张照片，杨秀成派人翻拍了一张。这是什么时候拍的？这是张老照片了，照片的主人据说是你的姨母。荣家尚确认过身份了，照片中的男人是荣定坤，而那个女的是他发妻，也就是你的生母。荣定坤早年有过一房妻子，病死之后才娶了唐氏，也就是荣家尚的母亲。如果照片中那个女人是你生母的话，那你才是荣家大小姐，而荣定坤就是你的生父。你住口！七爷，凡事是要讲证据的，而且证据要可靠才行。就凭你不知道从哪儿弄来这么一张模糊的照片，再随便编上几句，就能判定我的身世，给我弄出一个亲爹来吗？我不管荣定坤之前有几房太太，他都不可能是我的亲生父亲。你不要觉得自己神通广大，关于我还有很多事情是你一定不知道的。你指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你是指当年想杀你和你母亲的人是你的生父荣定坤吗？你别这么看着我，我没有派人监视你，这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我的推断罢了。
你还知道什么事情？荣定坤，他的发妻和儿女是病死的，同当年你生母被害，你被冯家收养，这时间完全一致。虽然那个时候你很小，但我相信你还是有记忆的。你知道追杀你和你母亲的人是你的亲生父亲，也就是荣定坤。说得这么头头是道，那我还有一个失踪的弟弟，别告诉我就是荣家尚。年龄对不上，不过荣定坤他很重视家中男丁，应该把这孩子养在别的地方了吧？故事编得天衣无缝，除非这一切是荣定坤亲口承认，不然他只是一个推论而已。我跟荣家尚绝对不可能是亲姐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这次特意亲自来北平找你，告诉你这件事情，不是来讥笑你的。荣定坤他一定不会是我的生父。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不如跟我回上海见一见你姨母，就什么都知道了。当初让我来北平的是你，现在让我回去的人也是你，孟雪安，你到底在策划什么？我没有策划什么，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我现在只想过平静的生活，不想参与到那些豪门的恩怨里面。其实你跟我一样，不会甘于过平静的生活。你将来人生会相当精彩，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呢？我明天回上海，如果你想清楚了，来北平饭店找我。荣老爷好，我叫冯时珍，是府上的家庭教师。难道是因为我长得像我生母，才引起他的恐惧？不会的，他不会是我的亲生父亲。我和家尚怎么会是亲生姐弟呢？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查清楚。喂，家长，是我。我知道，你想我了。听说上海降温了，你要多穿一点，别感冒了。我知道了。吃早饭了吗？还没呢。我准备待会儿去吃你最喜欢吃的蟹黄包，然后再点一碗清汤小馄饨，装一盘虾米。说的我都馋了，可惜我在北平，只能啃2口馒头，再喝一碗味道怪怪的豆汁儿。
那我就从上海带原材料过去，亲手做给你吃。你要亲手做啊？那我得让你以身试毒，不然我哪敢吃啊？对啊，北平饭店的经理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后日有一批新的大闸蟹。我给你留了，你记得去吃啊。喂，诗诗，你在听吗？原来是一个错，如何写下美好结果？我要去上课了，先不跟你说了，再见。我怕烽火悲欢与你纠缠，命运错落喜欢不能调转，更怕。不离散，最遗憾。你比我想象的来的要早一些。我来找你，并不代表我还能为你做任何事情。我们之前就已经两清了。我只是想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如果你确定荣定坤就是你的生父，你会怎么做？等我行动了，你就知道我会做什么了。好，我拭目以待。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很多漏洞的。如何能证明照片上这对夫妻就是荣定坤和我的生母？就算是，又怎么能肯定我就是荣定坤的亲生女儿呢？单凭这一张照片做推论吗？我觉得不准的。据说在你姨母手上还有一些可以作证的东西，至于是真是假，得看到本人才能知道。荣家尚拿到照片之后，确认过身份，已经派了保镖去把他接到上海来。我收到杨秀成的情报时，钱氏已经上了火车。七爷想让我和钱氏当面确认，想必也是派出了人手吧？阿文过去了，至于能不能把人抢过来，得等他的消息。说来也是巧啊，荣定坤应该怎么都不会想到，他在火烧文春里的时候，里面竟然有一家的女儿，跟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七爷当年选中我，不是偶然吧？我又不是什么先知，我怎么会提前知道你跟荣家的关系呢？不过有句话你说对了，选你，确实是万里挑一的。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你？因为你身上有一些我需要的品格吧，比如说坚毅、执着、
聪慧，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过是可以为你所用罢了。你是一个年轻的女孩，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失去了斗志。我曾经对你失望过，但是我想通了，人嘛，总是会有弱点的。但有一点你要相信我，将来的路很长，以你的能力，你可以走得更远。问句不该问的，荣家尚，他很年轻，当然也很优秀，不过，毕竟有一些稚嫩，有一些天真迷茫。你为什么会喜欢他？难道是因为你做惯了老师，看见一个需要你引导的男人，你会本能地产生好感？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总之，感情就是这样来了。没想到这么简单。或许在感情的世界里，那个迷茫和天真的人，应该是我吧。在七爷眼里，荣家尚确实是天真稚嫩的。我承认，跟您比起来，他确实不够成熟，也不够完美。但是，他在成长，而我也是。我觉得，我会享受这个一起成长的过程，即便这个过程很短暂，但只要拥有过，就不会有遗憾。也许七爷哪一天爱上一个女人，你就会明白了。不管之前你的所有条件要求是什么，都会变成泡沫。无论她是什么样子，在你的眼里，她就是最完美的，也是最可爱的。或许我已经遇到了。外面两位哥哥让我进来叫你一声。
我让厨房做了一些你爱吃的菜。怎么了？没有胃口啊？你父母还有你哥哥，不知道你回上海的消息。这段时间你住这儿吧。多谢七爷收留。你姨母啊，阿文把人抢到了，正在回上海的路上。等明天到了之后，我让他来见你。你说的这个人，我姨母，她可不可信？这个人的身份，荣家上已经确认过了，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有当年的照片的。这个前世啊，是你亲生母亲同母异父的妹妹。当年的大荣镇，还有郭家镇，发过一次鼠疫。荣家还有钱家，啊，就是你生母娘家，都几乎死光了。这个前世，因为远嫁广州，所以逃过此劫。现在能把事情说清楚的，也只有他了。是不是我姨母还不一定呢？而且，她说的话也是空口无凭啊。当然不会是空口无凭了。第一，你的亲生母亲死在白柳镇，而当年白柳镇只有一桩惨案。第二，嫁到郭家镇荣家的白氏只有一个人，并且也有一双儿女。第三，死亡的时间还有地点都是对得上的。所以这个人如果不是你的话，我真的想不出还会有谁。那还有其他什么证据吗？也是据前世说的。他说他姐姐在生长女的时候，荣定坤派人送了一个银质的长命锁来。哦，对了，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在被收养的时候，有没有银质长命锁一物啊？我当时除了一身衣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哦，还有一个信息，荣定坤当年小的时候，爬树不小心掉了下来，摔断了腿，腿骨没有接好，平时走路没有什么影响，但是阴雨天的时候还会隐隐作痛。我印象中，荣定坤行动起来的时候健步如飞，不像是受过伤的。我也没有任何机会去检查呀。你当然是没有机会了，但是医生可以。荣定坤之前受枪伤的时候，在医院做过一次体检，只要把检查报告拿出来，就真相大白了。七爷想得周到。好了，剩下的事情等明天见了姨母之后再说吧。来，吃点螃蟹。北平饭店的经理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后日有一批新的大闸蟹，我给你留了，你记得去吃啊。谢谢。你们还知道回来？人去哪里了？是小子办事不力，遭人设计，求大少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一定把人找回来。遭人设计，你们不查清楚就不要回来了。滚！是大少爷。冯小姐，你回上海了？阿文，好久不见。阿姐，您……这位大姐，您可要认清楚了，这万一要认错的话，就闹了大笑话了。
脸盘确实像大姐，眉毛像姐夫，尤其是眼睛，像极了姐姐。长命锁，长命锁你还带着吗？长命锁？我没有长命锁。那能让我看看你脑袋后面吗？好。这里有颗红痣，是你，你是大妞，你是大妞啊！您怎么知道我这个地方有痣？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姐姐生你的时候，我还没出嫁呢，尿布都不知道帮你换了多少条，就是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老天真是慈悲啊！老天真是慈悲。好了，你先别激动了，咱们坐下说吧。来，坐下说。好，哎好。请。大姐，您别着急，把话说清楚。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位小姐，他们家到底什么情况？你娘叫白玉珍，你爹姓荣，叫荣定坤，是郭家镇荣家4房的独苗。你在荣家排方字辈，好像是行4，可是你是你爹的头生女。你的名字叫方珍，木字旁，贞洁的贞。珍珍，快叫爹。爹。奶奶叫什么名字呀？还记得吗？珍珍。珍珍。你出生前，你爹就离了家，大老远的去上海做生意，在外边挺辛苦的，1年也难得回来1次。后来姐姐又怀上了，和你奶奶处不好，便回了娘家。之后生了你弟弟，姐夫知道了可高兴了，还专门托人捎了信回来，说在上海发了一笔财，要接你们母子3人去上海享福呢。那时候我已经随我们家那口子去了广州，姐姐专门写信告诉我的，可高兴了。姐姐命不好，带着你和你弟弟去上海找你爹的路上，就病死了。后来听说姐夫去处理你们的后事，又不小心把病传给了荣家，连累荣家人也全都病死了。可能姐夫是因为太伤心了，就把乡下的地都卖了，去了上海，也不再回乡了。珍珍，你是怎么还活着的？那跟你爹相认了吗？那你弟弟呢？我跟弟弟失散了，娘不是病死的，是我们在半路遇到了歹徒，被杀死的。怎么会这样啊？当时我年纪还小，没有看清歹徒的样子，只记得我当时被砍了1刀，然后就掉进河里，顺着水一路飘到了下游，是养父母救了我。后来养父母循着踪迹去找我娘和弟弟，但是找到的时候，就只剩下我娘惨死的尸身，弟弟一直下落不明。后来是养父母花钱安葬了我娘。那这么说，你娘的骨灰是在你这供着，可我听老亲们说，你爹把你们3个人的骨灰都安顿进了荣家的祖坟里了呀。那不知道埋的是谁呢？姨母，这照片是你的吗？对，
可我那张被荣家的人拿走了。你能跟我说说我爹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姐夫他是个好人，乡亲们都说姐姐嫁得好，说他长相好不说，人品家境都好，从来都不和外面那些小媳妇啊、小寡妇多说一句话，人又知道上进，看着田里产出不好，他就去外面做工，这一点一点的把生意给做了起来，对你们母女也是极好的。3天2头的就派一些人送些西洋的香水、口红、洋绸什么的回来，对你们可是体贴了。后来赚了钱，又回来重修了荣家祠堂。你奶奶一提起他呀，逢人就道，说我们家和哥真是福星降世，将来必定会有大出息。后来我听说姐夫生意越做越大，想起你奶奶说的话，还真是对了。只可惜他老人家没福气享。和哥是谁呀？就是你爹呀，他小名叫阿和。阿和，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阿和，好了，既然想不起来的话，就暂时别想了，慢慢来。大姐，这样吧，这段日子您住在我这儿，要是还有什么想起来的，随时跟我们说，好吗？好，好，好。阿文，帮大姐安排一下，您就跟她去吧。好。哎。少爷，老爷刚才烟瘾犯得厉害，差点把家都给砸了，还好小姐拿着医生开的药掺在水里喂老爷喝下，这才睡着了。你先下去吧。是。爹，感觉怎么样？想吃点什么？滚！我和美国的罗伯特医生通过电话了，他对你的病历很感兴趣。只要你愿意，我会亲自送你去纽约。太太和那几个姨娘，你想带谁去，我可以帮你安排。手术顺利的话，我想你可以参加芳华的婚礼，陪她走向圣坛。嘉上啊，你知道什么最可笑吗？那就是你当初根本就不想继承这份家业。既然我现在继承了家业，那我就会尽到我的义务。你的义务就是要毁掉我辛辛苦苦打下的这份家业。恰恰相反，我是在救荣家。爹，荣家确实是你带头建立的，但是并不只属于你一个人。现在股东们和元老们都不希望荣家因为你和孟轩安的个人恩怨而消耗掉，我也不希望下面的弟弟妹妹因为你的事情而被牵扯进血债里。爹，什么时候你能不只考虑自己，为他人考虑，为这个家考虑的时候，你再想想怎么来指责我吧。没有我，就根本没有现在的荣家。我为荣家干了那么多的事，为了这一切，我放弃了什么，你都知道吗？你呢？
你又为这个家干了点什么？你根本就不配，你不配指责我的自私。你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自己。女人对你来说不过就是物件，儿女对你来说不过是你联姻的筹码。自打你醒过来，知道芳华的事情，你张口就骂她是赔钱货。后来知道武云池愿意娶她，你又说她有福气。天，芳华有多伤心，方林有多失望，你知道吗？女儿养大了，那还不就是用来结一门有用的亲事吗？尝一丝爱的余味，恨却刺痛了蔷薇，细雨伪装的眼泪很美，没钥匙打不开心扉。有谁知未来的路，月儿不必人孤独，独坐等清风一树海棠红啊，与你共舞，又会一颗痛步，记忆中会留下你眼睛里的真，秋风也带不走厚重的落叶啊，流光的岁月中，任心是小小的城，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记忆中会留下你笑容里的真，秋风也带不走无辜的落叶啊，流光的岁月中，任心是小小的城，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彼此毫无疑问，时光留下逃出我们，就是注定相爱的人，珍惜的人。